聂怀桑眼神滴溜溜在两人身上一通转，不对劲，不对劲，阿战不对劲，这位公子似乎也不对劲，他手里的杯子做错了什么，都被捏扁了。一顿饭吃的聂怀桑味同嚼蜡，吃到最后也没吃出个什么味道来，暗自琢磨着这两人到底什么关系。蓝氏历练之事他是知道的，也知道蓝忘机才出来没多久，他怕蓝忘机被骗了，官位无限那样又不像是骗子，琢磨来琢磨去也没琢磨明白。魏无羡同样食不知味，蓝忘机同聂怀桑表现得太过熟人，甚至蓝忘机还背着他同聂怀桑说起了小话，他心下不乐意又不好表现出来，暗暗生闷气，心道有什么是不能让他知道的，刀眼似的瞪着两人。当然他是不舍得瞪蓝忘机的，是以这顿刀眼就全落在了聂怀桑身上，偏聂怀桑似是在想什么事情，对于他的刀眼无知无觉。魏无羡垂眸撇了撇嘴，啧，这人好没意思，吃得最开心自在的当属蓝忘机。他同聂怀桑说完小话后，便将凳子搬了回来，恰好陆陆续续上了菜，他就没再管心思明显已经不在这的聂怀桑。阿战，你的房子是哪间？吃过饭后，聂怀桑跟着两人回了魏无羡的住所，囫囵打量了一眼院子，一开口，惹得魏无羡眉心跳了跳，脸色隐隐有些不好看。蓝忘机拿了一根刚买的胡萝卜出来，蹲在兔子窝前喂兔子，闻言抬了一下头，指着他的房间道：那间。聂怀桑点了点头，没察觉魏无羡略显难看的脸色，正准备推门进去听的魏无羡道：聂公子，我重新给你收拾一间房出来，蓝湛的不太方便吧？聂怀桑推门的手一顿，狐疑的看了他一眼，我就是把东西放一下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他回来的路上给蓝忘机买了好些吃的玩的用的，不放他房间放呢。蓝忘机还蹲在那喂兔子，听了两人的对话，头也没抬的冲着聂怀桑道：怀桑，没事的，你进去放吧，方便的。魏无羡轻舒一口气，蓝忘机同聂怀桑看起来太过熟人，他还以为他们准备住同一间屋子，原只是放东西。他伸手替他开了门，有带着聂怀桑入了内，一样样将聂怀桑买来的东西归置好，没等聂怀桑多看几眼屋内的布置，就带着人出了房间。聂怀桑总觉有股子不对劲，魏无羡好似在防着他些什么，至于防什么他也说不清，又有恐是自己的错觉。趁着魏无羡没注意的空档，聂怀桑也拿了根胡萝卜蹲在蓝忘机身侧喂兔子，小声地问他说：阿战，你说魏公子是不是不欢迎我呀？蓝忘机将手里被兔子咬得只剩了短短一截的胡萝卜丢给聂怀桑，伸手拿过了他手里的那根。不能吧，我没看出来呀，不还是他邀请你来的吗？聂怀桑一想也对，原本他是没打算在这逗留多久的，只那会魏无羡先开口邀请，蓝忘机又劝了几句，他就顺势应了下来。那又一想，可能是他多心了，看着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喂兔子的两人，魏无羡隐隐觉得头疼，咳了一声，扬声道：蓝湛，我在给聂公子收拾屋子，你来帮我一下。他本是不需要蓝忘机帮忙的，但私心里也不想他同聂怀桑凑得太近。蓝忘机应了一声，将手里的胡萝卜递给聂怀桑，还没起身就被聂怀桑给抓了半边衣袖。阿战，我去，你哪会做那些？这话听得蓝忘机就不乐意了，他怎么就不会做那些？分明上次他还帮忙了来着。聂怀桑一看他脸色不对，转口道：我是说怕你累着，你就在这喂兔子，我去收拾。说完也不待他拒绝，扬声冲着魏无羡道：魏公子，我来吧。魏无羡脸一黑，转瞬又如常，笑了笑，了一声，反正只要把两人分开就行。天将将擦黑时，两人才收拾好。蓝忘机早就喂完了兔子，看两人在忙，也没有要进去帮忙的意思，倒是随口提议了一句说，要不他去给他们做些吃的。对此屋内的两人如临大敌，异常默契的道了声不用。声音大的将蓝忘机唬了一跳，反应过来，眼一瞪，凶巴巴的对着两人道：你们什么时候这么默契的？魏无羡飞快看了聂怀桑一眼，否认说没有的事，偏也不知是意外还是巧合。聂怀桑恰恰好也说了同一句，蓝忘机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不太乐意道：怀桑，你以后没事离魏婴远点。他就一会没注意，这两人就已经这么默契了，若是时间久了，两人还不定如何。聂怀桑觉得这话莫名其妙，但恰好他也不是很想和魏无羡在一起，他看出来了，
魏无羡对他就是带了一股淡淡的，并不明显，但绝对存在的敌意。魏无羡微不可闻地叹了一声，眉眼沉了沉，他分不清蓝忘机这话里的意思，就这么在乎聂怀桑吗？聂怀桑莫名觉得脊背一寒，下意识回头，同魏无羡对视了片刻，抖了抖，他觉得他大抵是说错了。魏无羡对他的敌意存在且很浓，原本好端端的二人世界，因为聂怀桑的加入，生生破坏了魏无羡原本的好心情。他倒也不是真的讨厌聂怀桑，只怨这人太没有眼力见，又或者说他同蓝忘机太熟人了，熟人到根本没将蓝忘机当外人，也没把自己当外人。就比如这会，魏无羡正在厨房给几人准备晚餐，蓝忘机抱了纸兔子坐在秋千架上，这原本是一幅很赏心悦目的画，若是没有站在蓝忘机身旁的聂怀桑的话，魏无羡忍了忍，还是觉得不能让聂怀桑太悠闲，也不知他说了些什么，逗得蓝忘机都笑出了声。魏无羡突然就很不爽，不是不爽，蓝忘机笑得眉眼弯弯，他必须得承认，这般笑容洋溢的蓝忘机看得他心头阵阵泛软，他就是不爽。逗得蓝忘机开怀的人不是他，而是聂怀桑，手里不自觉加重了些力道，一个没注意，刀尖划过指尖。魏无羡顿了顿，透过大开的窗户瞥了外头一眼，小小惊呼了一声，手里的刀哐啷一声落了的。魏婴怎么啦？受伤了吗？刚刚还在同聂怀桑说笑的人，转瞬之前便出现在了厨房里，盯着魏无羡以手捂住的手指，有些着急。魏无羡抿了抿唇，小声道：不小心切了一刀，没事，一会就好了。他看起来不是很在乎的模样，说着还俯下身，准备将刀捡起来。蓝忘机拧紧了眉，拉着他没让他动，盯着魏无羡捂紧的伤口，脸色不怎么好。别管了，你跟我去上药。魏无羡笑了笑，看向案板上切了一半的菜，有些犹豫，可是菜还没。不管这个，让怀桑来，你都受伤了。蓝忘机强硬地拉着他往外头走，路过聂怀桑身侧时，指了指厨房说：怀桑，今晚的晚餐就靠你了。魏婴他受伤了，我带他去包扎一下。聂怀桑下意识点了点头，还没来得及问伤的重不重，蓝忘机就拉着人走了。他撇了撇嘴，犹犹豫豫地进了厨房。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进厨房，看着陌生的瓶瓶罐罐饭了难，这也没贴个字条，写着什么是什么。这边蓝忘机带着魏无羡回了他的房间，拿了帕子准备替魏无羡擦拭伤口周围的血迹。魏无羡捂着手指不愿意，被蓝忘机一瞪，不得已只得放开了捂着伤口的手。蓝忘机拉过受伤的手指，沉默了好半晌，心道魏婴说的一会就好了，这话确实不是为了安慰他，就这么一会的时间，伤口都已经快要愈合了。